3天后，杏花村，卓萧然见李甜甜骑在白狼的背上，追撵大雁。甜甜，白狼停了下来。11哥，咋的啦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们家水塘里的水真的不会干涸吗？当然不会啦，那可是泉眼。好，我盖房子正好需要水，村子里的水井眼看着就要干了，所以11哥是想在我家的水塘里打水吗？是的。你也知道，这年月水比金子都值钱呢，人都快渴死了，哪还敢和你盖房子呀？不划算。这个小财迷呀，又想变着法子要钱了。你说个数。11哥这是啥意思？什么数不数的？我没想管你要钱。甜甜说的对，这赶上灾年，水的确是比金子值钱，所以呢，我不能白用。既然这样，那就……李甜甜大眼睛乱转，不知要多少合适，而卓萧然已经从袖中摸出一锭银元宝，放在李甜甜的小手上。这些够不够啊？一锭银元宝总共是8两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哎呀，太多啦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等宅子盖好以后，我还有重些。你四哥那边是啥情况呀？他不是想开铺子吗？这咋突然跑到福满楼去打杂了？爹爹，四哥哥他人脉广，过来上，一眼就被万姐姐看中了。万姐姐？对呀，就是福满楼的万掌柜，她长得可漂亮了。哎呦，这可不得了！你四哥现在是光棍，他不会是见色起意吧？爹，你想啥呢？四哥哥就是单纯的去工作罢了。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四哥哥正直本分，哪儿敢见色起意呀？你四哥要是抓紧找个媳妇儿呀，我也就不操这份心了。老头子，上次你托媒人给四宝介绍的姑娘，咋突然没信儿了呢？哎，别提了，本来说好的呀，让那姑娘来家里见见四宝的，可中途却变卦了，说了什么重病，连炕都下不来。依我看呐，纯粹是扯淡。这会儿生病，的确很蹊跷啊。没事儿，正好县城老孙家呀有个闺女，也离过婚，没孩子。明个呀，她刚好有空，打算来家里瞧瞧呢。老大，等会儿吃完饭你就去县城把老四接回来。老婆子，你抽空帮四宝洗洗衣裳，明天捯饬的干干净净的。老头子，那位孙姑娘人品咋样？本不本分啊？我也没见过，等她明个过来再说吧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李四宝就被接回来了。哎呀，爹，我都说了不相亲，您非把姑娘往家里领，我叨叨啥玩意儿？你以为我愿意操这份闲心呐？你早点成亲，也省得外人说闲话。就咱村子的金寡妇和有望媳妇儿，每次见到你双眼都冒绿光，万一哪天你把持不住，跟他们干出啥阿杂事儿来，我还有啥脸出去见人呢？爹，瞧您说的，我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，这事儿你听我的，别犟。爹，要下雨了。所以在种子发芽的关键时刻，他打算来一场人工降雨，缓解旱情。啊，闺女啊，咱们村子都好几年没下雨了，哪能？爹，妹妹是玉皇大帝的干闺女，只要妹妹一句话呀，咱家这块地就肯定旱不死。这话我爱听。李万全喜笑颜开，抱着小闺女就回家去了。是夜，李甜甜进入空间，里面灌满了灵泉水，然后趁着家人们熟睡之际，她驾驶来到庄稼地上空，
摁下开关的瞬间，灵泉水像瀑布一般浇灌在田间地头。主屋的炕上，李万全忽然坐起身，朝窗外看去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快醒醒！啊，咋的了？这外面嗡嗡嗡的是啥动静啊？听着怪瘆人的。啊，许是打雷吧？打雷可不是这动静，我出去瞅瞅。大宝爹，大宝爹，刚才那声巨响好像是从你家那片地传过来的。哎呀，是不是遭猪灾了？嘿嘿，这山里面屁毛都没有，哪来的野猪啊？李万全点点头，其实他心里有一个猜测，小闺女白天说要下雨，晚上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次日清晨，小姑姑，外面老热闹呢，大侄子咋的了？等会儿小姑姑就知道了。厉甜甜便跟着3个侄子往庄稼地那边跑，卓萧然闲着没事也跟了过来。刚跑到自家的地垄沟前，我的娘啊，这老天爷也太偏向了吧，好不容易下了场雨，就紧着老李家下来是吧？卓萧然吐了口气，瞟了李甜甜一眼，这奶团子莫不是个小妖怪吧？这场降雨搞不好就是他捣的鬼。李甜甜则是一脸淡然，领着3个侄子在庄稼地前采酸不溜吃。大宝爹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那妖怪闺女把别人家的好运气都吸走了，然后给自个儿家造福，你们这么自私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们要是不想让其他人活，就抓紧给个痛快话，我领着媳妇儿孩子逃荒去，绝不跟你们在一个村子住着。不是沈大歪，你搁那儿叭叭啥呢？老天爷对我家格外关照，下点雨怎么了？你别啥事都往我闺女身上扯啊！她如果真会妖法呀，第一个就把你们家……你家里养了个妖怪还有理了呗？大宝爹，没见过你们这么欺负人的。昨天我媳妇只是从你们家门口路过，硬生生被打掉一颗门牙。咱们2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，你家刘淑贤真下得去手啊！老婆子真够厉害的，都把王道香的门牙打下来了。张村长，沈大歪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人家老天爷专门给老李家下雨，那是积了德了。你如果不服气，就去找老天爷评理去，跟大宝爹喊啥？张村长，你也看见了，这里面分明就有猫腻。就算有猫腻，跟你有个屁关系？有能耐，你也让老天爷专门给你家下场雨呀？对呗？哼，这一蛋爹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得，老子懒得跟你们计较。大宝爹，你给我等着，过几天我就请高僧过来，不把你家闺女收走，我就随你一下。一旁的李甜甜听后咯咯笑了起来。沈叔叔，我还没见过高僧长啥样呢，你快点请来一个，让我好好瞧瞧。小妖怪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哼！沈大歪说完便气鼓鼓地往家走。李万全蹲在地上，用手摸了摸刚刚冒芽的苞米苗。哎呦，水嫩嫩的，长得真好啊！爹爹，天又要下雨了。闺女，你可别这么整啊！老天爷总给咱家下雨，村民们会嫉妒的。爹爹，都有雨，不光咱家。李甜甜眉眼弯弯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还有啊，那个沈大歪说请高僧来降闺女，那是吓唬你的，闺女别信他。真有意思，如果真有什么高僧赶来，他就把那秃驴的脑袋开瓢。爹，我不怕，让高僧尽管来。他正好想找点乐子呢。行，到时候爹跟你一起收拾那秃驴。爹，哎呦，你咋还没回去啊？哼，这才多远的路啊！爹，这不是着急吗？那个孙姑娘和她娘来了，您和妹妹不回去瞅瞅呀？啊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她爹娘都来了？孙姑娘的爹早都死了，就有一个娘。啊，行，老二，你看好庄稼地，别让田鼠祸害苞米苗，我回家看看。
知道了，爹。李万全不出半刻钟时间，就领着闺女回家了。正堂内，李四宝换了一身很清爽的衣服，再看孙姑娘，长着一双勾人的杏眼，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人。她娘孟氏虽然人到中年，却保养得极好，唯独娘俩的眸子仿佛透着一丝刻薄之气，看着不太真诚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就是你们家小闺女吧？长得可真水灵，来，让婆婆抱抱。不想抱。怕啥呀？婆婆就是想稀罕稀罕你。再敢硬来，当心我往你脸上扔癞蛤蟆。我闺女怕生人，咱们还是说说嫣儿和四宝的事情吧。我听说李公子是成过亲的人，膝下还有个儿子，对吧？李四宝嗯了一声，没搭话。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相亲，心里有点犯膈应。李公子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家老四在县城的福满楼做事，一个月不少挣呢。你有没有积蓄啥的？瞧他们家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家里还有2辆马车，后园子种着青菜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他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！别看是乡下，但老李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越县城的绝大部分人了。李四宝一脸问号。这姑娘这么直接的吗？一上来就问有没有积蓄？这个一定要说吗？李公子不说也行，以后我都会知道的。对这位孙姑娘印象不太好，几次想起身溜掉，都被李万全给瞪回来了。孟氏打量着屋内的摆设，笑着道：哎呀，四宝娘，你们家可真阔绰呀，居然能住这么好的宅子，这盖下来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也没多少，家里之前的房子快塌了，实在没办法才想着盖新房子的。人这一辈子呀，能住几回新房子？家里人觉得要盖就盖好一点的，住个几十年都没问题。说到底还是有家底儿，不然谁敢这么折腾啊？孟氏似笑非笑，他对老李家岂止是满意，那是相当满意了。吃穿不愁，家境殷实，听说家里还有一个小子考上了秀才，以后定是前途无量啊。如果把嫣儿嫁进来，肯定能讹上一大笔钱呢。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卓萧然朝屋内扫了一眼。小主子有何吩咐？袁晋上前，卓萧然凑到他耳边吩咐几句。袁晋闻言应了一声：是，属下马上去查。自从小白吃了卓萧然的肉干后，也天天跑过来跟他一起晒太阳。李公子，这丑话我可说在前头，日后如果你跟我家嫣儿真的成了，就得让她当家。孟氏跟刘淑贤客套完，又把目光转向李四宝。她毕竟是没嫁人的大姑娘，温柔贤惠，举止端庄，方方面面都能拿得起放得下。而你成过亲，膝下有一个儿子，单单这件事儿，我家嫣儿就吃了不少亏呢。李四宝闻言笑着道：我看嫣儿姑娘玉指晶莹，是不是在家也没干过什么粗活呀？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，她可不要。孙嫣儿眨了眨眼。是啊，我娘说了，姑娘就得富养，不能干粗活重活。所以嫣儿姑娘从小到大都是你娘在伺候你喽？不止我娘，我家还有一个婆子，专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这么说，嫣儿姑娘连家务活也不会干了，
比如洗衣做饭、烧炕喂猪、劈柴挑水这些事儿，你可曾都干过？我当然没干过了，这些都是下人干的活，我凭啥亲自干呢？哎，家人们，你们也瞧见了，这样的媳妇儿我娶回来干啥呀？放在炕上供着吗？稍稍一对比，他甚至都赶不上钱春芳。春芳再不济也能帮他打理打理铺面，拢拢账，搬搬东西。可这位嫣儿小姐恐怕吃饭都得让人喂她。李甜甜抿了抿嘴，深深看了孙嫣儿和孟氏一眼。她的直觉没错，这对母女心思不纯，他们不是奔着相亲来的，似乎是看中了家里的房子。李公子啊，我还有个条件，以后啊，你跟嫣儿成亲，就跟二老一起过，不准分家，大伙凑到一块儿，多热闹啊，对吧？李甜甜听后眯起大眼睛，这就对了，只有不分家，他们娘儿俩才有可乘之机啊。他们惯会钻律法的空子，若无利可图，孟氏也不会亲自带着闺女来相亲了。分不分家都是后话了，这年轻人处对象，不管咋投缘，最后都得听爹娘的安排。若我和四宝爹不点头同意，这门亲事也成不了不是。孟氏闻言微微一愣，哟，四宝娘这话是啥意思？难道你们没看上嫣儿？这可不好办了。他今天特意让嫣儿打扮得出众点，还挽了一个蝴蝶发髻，看上去富态极了。这老李家不管怎么有钱，但终究是乡下人，他女儿纡尊降贵嫁进来，李家二老还有啥不满意的？太挑剔了吧。嫣儿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得跟我家老头子商量商量才能定夺。成亲乃是人生大事，不能操之过急啊。没看上就没看上，还找这么烂的借口。而这位孙姑娘却把自己当成千金小姐了，人家公主也没像她这么娇贵。嫣儿，娘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咋还偷偷摸摸的？哎呀，你这没心没肺的。四宝娘，我领嫣儿啊出去透透气啊，马上就回来。去吧去吧，院子里有狗，当心别被咬到。孙嫣儿一脸不情愿地走了出去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咋还孩子呢？不怕晒死啊？嫣儿，你到底咋想的？刚才咋能说那种话呢？老李家是乡下人，最看重的就是洗衣做饭、种地收粮这些事儿了。你哪怕不会干，也得蒙混过去啊！只要能嫁进来，以后啥事儿都好说了。孙嫣儿一脸委屈，这些话不都是娘教我的吗？以前骗婚的时候，我都是这么说的。你以前相看的对象都是城里人，跟乡下能一样吗？还有，别把骗婚挂在嘴边，万一被人听见了咋整？骗婚？卓萧然眼底闪过一抹森寒的光，哪好意思赶上灾年，真是什么职业都兴起了，居然还有骗婚的。卓萧然最痛恨这种坑蒙拐骗、不务正业之徒。方才他已经让袁静去调查这对母女的身份了，知道对方的底细才好应对。嫣儿，你等会儿进去一定要多说点好话，别扭扭捏捏的，做样子给谁看呢？娘，你让我说啥呀？那个李老四分明就是没看上我。你看上他就行了呗，不就是家务活吗？你一会儿就告诉李老四，就说成亲后你啥活都包了，不会的可以学，春天种地，秋天打粮，这些活你都能学会，听见没？娘，我看老李家条件挺好的，实在不行我就跟李老四凑合过吧，不想折腾了。这叫什么话？
等咱们骗够了钱，不是挣够了钱，就去京城住大房子，不比窝在这乡下好。听娘的，快点进去吧。他见那个小少年正不冷不热地盯着他看。哎，看什么看？再看就把你的眼珠子挖下来。我又没有做亏心事，挖我眼珠子做甚呢？嘿，你这小崽子，你刚刚是不是听到啥了？孟氏如临大敌，真不明白为啥老李家养了这么多崽子，防都防不过来。听到了又怎样？没听到又怎样？娘，您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啥呀？他也就7、8岁的样子，就算听到啥了，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信的。咱快点进去吧，不然祝家该怀疑了。听好喽，你要是敢瞎说，老娘饶不了你。你呀，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坑蒙拐骗，早晚是会遭报应的。说完，卓萧然继续闭目养神。你这小崽子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孟氏气得直咬牙。正堂内，四宝娘，你们家这大宅子可真气派。我刚才领着燕儿走了一圈，就跟进了迷宫似的，连大门口都找不到了。我们家人如果天天在迷宫里生活，那不得活活累死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夸你们家房子大好看。刚才孟氏母女出去后，他跟老头子也合计了一下，觉得孙嫣儿跟四宝不合适，从任何方面讲都不合适。他能帮上四宝什么忙？这娶媳妇儿就跟选择职业是一样的，如果当初入错行了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孟氏见主家的态度不冷不热的，心里有些发慌。愣着干啥？快说话呀！李公子，其实我刚才说的那番话都是稀里糊涂说出来的，不能作数。家务活啥的我可以学，脏活累活我也能干。等家里收粮了，我也跟着大伙儿一起下地。只要能把日子过好，苦点累点根本不算啥。李四宝一阵无语。孙姑娘，你这态度转变的也忒快了吧？你越是这样，就越让我怀疑你的诚意。嫣儿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儿的打算。今儿个让你们娘俩白跑一趟啊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祝嫣儿小姐早日找到。哎呦，李公子，话可不能说得太早呀。这老话讲，光棍汉娶媳妇儿，心满意足。你也不想带着儿子一直单过吧？孩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总得给他找个娘不是？况且我家嫣儿没成过亲，干净的像白纸一样，你还有啥不满意的？婆婆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四哥跟嫣儿姐的亲事成了，您打算要多少彩礼呀？孟氏微微一愣，看向李甜甜的眼神充满极深的厌恶。这小丫头崽子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会儿如果把彩礼数目说出来，男方肯定会打退堂鼓。本来李老四就已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，他哪好意思开口啊？不多，不多。不多也得有个数呀，我们家也好提前准备。孙嫣儿见老娘被问得脸红脖子粗，其实也不多，就100两银子而已。100两？哼，恕我直言，你闺女真不值这些钱。省着点花，吃一辈子都不成问题了。嘿，李老四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什么叫我闺女不值这些钱？我搁这卖闺女呢是咋地？哼，我一直客客气气的跟你说话，本想两家结缘，成就这门亲事，可你呢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对的，
一个离过婚、带着孩子过的光棍汉，你有啥资格跟我讲条件啊？爸爸啥呀？哟，嫣儿娘，你咋发这么大的火呀？是不是说到你们母女俩的痛处了，所以才气急败坏的？哼，四宝娘，你这话也真够有意思的。我们娘儿俩能有啥痛处？没有最好，今儿个我做回主。你闺女儿跟我家四宝不合适，孙姑娘还是另谋郎君去吧。孙嫣儿听了，心里一慌。大娘，是不是我们要的彩礼太多了？实在不行，你们给50两银子也行啊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这样的儿媳妇儿，白给我们都不要。孙嫣儿直接愣在原地。事情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？殊不知老李家随随便便拉出一个人都不是傻帽。你们说话也太伤人了，我闺女不是嫁不出去，还非要死皮赖脸的倒贴你们家呀！我呸！嫣儿，咱们走，今天我算是瞎了眼了，真没见过这种糟温的人家。他下午还约了好几个相亲对象呢，广撒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。卓萧然忽然走了进来。孟菊花，你们娘俩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继续去骗婚吗？这个小屁孩怎会知道他的名字？小11，瞧你这2天都晒黑了。大娘不急，咱们呢先说正事儿。孟菊花，孙嫣儿，你们娘俩这些年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打着相亲的名义专门骗取钱财，等彩礼到手了，你们便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退婚，拒不退还钱财。有多少人因为你们被骗得倾家荡产，甚至是搭上了性命。而且这位孙嫣儿，你前前后后成了4次亲，谁要是说你干净的像一张白纸，那还真是瞎了眼了。你们娘俩作恶多端，骗财无数，今儿个哪儿都别想去了，就等着捕快来抓你们吧。一番话下来，彻底印证了李甜甜的猜测。她刚才还偷偷跟四哥讲，如果把孙嫣儿娶回来，全家都得跟着遭殃。李四宝也是个听劝的，任何反驳的话都没说。小崽子，你搁这胡说啥呢？谁骗婚了？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太多了，我们只需去被害人家里询问一番，他们都巴不得过来作证呢。这几年你们娘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这10里8乡的青年几乎被你们骗遍了，还怕找不到证据？你瞎说，要跟谁成亲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我从来没……哼，住嘴吧！有什么话你就留着跟县太爷说去吧。大伯大娘，我可以送他们去见官吗？哼，这2个骗子作恶多端，坑了那么多好小伙，就该让他们下大狱。小11，你去报官吧，该咋整就咋整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好，扭送到县衙去吧。是。我拿自己的人格保证，我真的没有骗婚啊！哼，你那咋人格一文不值。得，今天算是碰到硬茬了。嫣儿，快走！娘拖住他们！骗来的那些钱就让嫣儿慢慢花去吧。哼，老娘死在你们家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除非你们让嫣儿走，不然一切后果都由你们承担。行，嫣儿姑娘先出去吧。你们想干啥？啊！你们别动，老实点。把他的嘴巴堵上，立刻送走。是。很快，
娘儿俩便被五花大绑塞进了马车，一路押送到县城去了。爹，我说啥来着？成亲不能着急，这不咱差点被骗了。哎呀，絮叨啥？你以为老子不上火呀？来，你跟我说说，福满楼的万掌柜咋样？他今年多大了？成亲了没？长得咋样？爹咋又开始打万掌柜的主意了？他现在不过是个打杂的，人家万掌柜是啥人啊？县城最大酒楼的东家，他可不敢高攀。说话呀，哑巴啦！你早点说个媳妇儿，我和你娘也能早点省心。老大不小的了，一出门人家就叫你光棍汉，我听着心里头别扭。哎呀，爹，别人爱叫啥就叫啥去呗，我带着小领一起过也挺好的。放什么罗圈屁！李万全跺了跺脚，老子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今年你必须成亲，少跟我叭叭没用的。回到里屋，老李家，小子们围坐在饭桌前。小十一啊，我看你那大宅子地基都打好了，这面积可不小呢。跟大伯家的宅子一样大。只不过他的府邸还要修建后花园和凉亭、假山、池塘啥的，规格不比皇宫的差。哎，你说你就一个人住，犯得上盖这么大的宅子吗？多浪费呀！李万全叹息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小十一是来乡下养病的，住的房子当然不能太差了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人家有银子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大伯、大娘，等房子盖好之后，我想把挡在咱们两家中间的院墙拆掉，这样来往也能便捷一些。卓萧然笑着道。李大宝忍俊不禁：“那不就成了一户人家了吗？”卓萧然看了奶团子一眼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我觉得你们家的水很好喝，所以不想去村子里打水，把院墙拆了，来回挑水也方便，不是吗？”厉甜甜一阵无语：“十一哥，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你要想吃我们家的饭菜就直说，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呢？”他知道十一哥味觉失灵，吃东西没有味道，但这病不太好治，可能要伴随终身，他总不能赖在家里不走了吧？行，不就是一道院墙吗？拆了就拆了吧，这样看上去院子也能宽敞一些。谢谢大娘。老婆子，最近老三给没给家里写信呢？写了，三宝说他在京城的将军府任职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让咱们不用惦记他。哎，咋能不惦记啊？这个臭小子一走就是3年多，也不说回村看看他妹妹。爹爹，三哥哥许氏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抽不开身吧？就算再忙，回家探亲的时间总该有吧？3年了，每次过年他就寄来一堆东西，人却留在京城不肯照面。哎，老婆子，咱家老三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为了瞒着家里，他才不肯回村的。刘淑贤无奈：“老头子，老三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，他不肯回家，定是有他的理由。”大伯大娘，恰好我在将军府有熟人，二老如果担心的话，我可以托人帮你们打听打听。那可太好了，小十一，家里的那堵院墙啊，你随便拆哈。真没看出来，小十一的人脉这么广，连将军府的人都认识。好。与此同时，县衙内，冯县令坐在公堂上，淡淡的睨着孟氏和孙嫣儿。冯县令，这对母女涉嫌骗婚，证据确凿，现扭送到衙门，还请冯县令依法处置。哦，他们母女骗谁了？杏花村老李家。啊，你说啥？是住砖瓦房的那个老李家吗？
冯县令知道他们家？当然知道了。来人呐，去把孟氏母女押进牢房看守3日，然后流放到北疆干活去吧。每每涉及到老李家的案子，他都会认真办理，绝不乱抓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青天大老爷啊，我们是被冤枉的呀！是他冤枉我的，他是那个小11的走狗，也是老李家的走狗，就因为看我们娘俩不顺眼，才诬陷我们的。在老李家时，他听李家二老叫那个男孩小11，心里便记下了，要不是那个小崽子，他和嫣儿也不至于被送到县衙来。然而冯县令听到小11这3个字后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难道说小殿下真的回村子了？等小11回来后一定要告诉他，可等到现在他也没收到信儿啊。孟氏瞪着袁进，咬牙切齿。我说他是老李家的走狗。不是这句。冯县令皱紧眉头。你前一句说啥了？孟氏仔细想了想。我说他是小11的走狗。描述一下小11的长相。就是一个皮肤有点黑，喜欢晒太阳的男孩，看着6、7岁的样子。冯县令闻言喜上眉梢，招呼捕快便把孟氏母女押了下去。敢问11公子还在老李家吗？冯县令好像对我家主子很上心呐。这可不是啥好事，殿下隐姓埋名躲到乡下来，就是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他的藏身地。如今这位冯县令四处打听殿下。你误会了。几年前你家小主子曾来过杏花村，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。方便的话，我想去看看11公子，可以吗？不方便。袁进斩钉截铁，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这脾气咋这么大呢？你说不让看，我就不看呐。次日清晨，冯县令买了一大包糖块和小点心，坐上马车直奔杏花村去了。甜甜在棚子里喂马，他从空间内拿出苹果、胡萝卜和方糖，蹲在大灰马面前喂它。还是小主人好啊，天天喂它好吃的。大灰，要不要驮着我出去跑一圈？爹爹，我想骑着大灰出去玩。哎呦，闺女长得太小了，这灰驴子跑得又快，万一摔到你咋整啊？爹，大灰可懂事了，不信你看。大伯，正好我这有一匹好马，不妨让大灰跟他比一比，看谁跑得快。小11打算怎么比呀？很简单呐，我骑着自己的马，甜甜呢骑着你们家大灰，咱们去村外跑一跑。这恐怕不行啊，甜甜太小了，万一从马背上跌下来可就麻烦了。爹，我没事儿的，11个就这么定了。闺女啊，你可得小心点，这灰驴子发起疯来可是六亲不认呐。爹，您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偷偷骑过大灰了。开始。如今没坚持到半炷香的时间，奶团子和射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果然是匹好马。11个，你咋不追了？我追也追不上啊！你们家的这头驴，不是，这匹马，真乃神马也。神马一般都是浮云。恰在这时，甜甜，你这么小就会骑马了，不怕摔倒啊？县令叔叔，您咋来了？咦，这位小少年是……难道？惶恐恐地跪在卓萧然面前。殿下，我……卓萧然皱紧眉头，眼底闪烁着一抹冷寒。
冯县令，请你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。这山沟子里哪儿来的殿下呀？冯县令为官多年，精明得很，当然知道小殿下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转了转眼珠，立即改口。十一公子，你还记得下官呐？卓萧然见他虚头巴脑的样子，就不爱搭理他。甜甜，走吧，咱们回村。看来他这几年做的没错，不跟老李家处好关系，就别想得到小殿下的青睐。瞧瞧，李家小闺女尚且只有3岁多，就能陪着殿下一起骑马游玩了，这是何等的殊荣啊！哎呀，闺女儿没摔到吧？你可吓死娘了！你爹也是个没正形的，天天才几岁啊，你就让他骑着大灰出去跑，万一摔到咋整？老婆子，闺女这不是没摔到吗？再说了，她想骑马玩，我也不能横拔竖挡的拦着吧？那你也不看看闺女骑的是什么马？若是大青马也就罢了，那大灰性情暴躁，不听管束，一蹦3尺高，闺女腿短，连马凳子都够不到，你却让她……大娘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让甜甜骑马陪我出去。大娘若是不放心，下一次就让大伯骑着大灰马陪我比赛吧。我骑上大灰，估计死得更惨。冯县令见小殿下，不会吧？殿下居然给农家村妇道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冯县令，你站在大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来看看十一公子和田宝宝。县令大人呐，你来就来，咋还买这么多东西啊？都是小零嘴，不值钱的，给甜甜和十一公子吃哈。我不喜欢吃甜的。卓萧然说完，便转身进屋去了。李大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十一公子回村子，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你咋一点都不上心呢？哎，房子都盖上了，这老李家还打算瞒到他啥时候？县令大人呐，不是不告诉你，是小十一说了，他住在我们家的事情啊，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是想隐瞒身份吗？啊，我懂了。隐瞒啥身份呐？啊，没啥。李大哥，你去盛几个菜，咱俩喝点。不是，这大白天的活还没干完呢，就要喝酒啊？等会儿我还得下地去呢。哎呀，你家那么多儿子，你指使不动是咋的？啥事都让老子干，养他们是干啥吃的？县令大人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更不能跟你喝酒了。我家小子都有事做，没一个懒汉。冯县令一阵无语。哎，这人真是个犟眼子。哎，娘，那个冯县令来了小半天了，他有啥事儿啊？咱啥时候跟冯县令这么熟了呀？他呀，是奔着一个人来的。啊？奔着谁来的呀？你说呢？之前冯县令总跟我和你爹打听小十一的下落，如今他前脚刚到，冯县令后脚就贴上来了。啊？娘，听您这么说，小十一的身份肯定不简单呐。唉，具体是啥身份咱也不知道。你和葵花出去也别乱说啊，把嘴都管住了，犯不上招惹麻烦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娘。啊，甜甜在家吗？甜甜呐，我找你有急事啊，你出来一下呗。李甜甜听到动静，迈着小短腿跑了出去。你找我干啥？甜宝宝呀，我实在是没招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吴有望帮我休了，张宝根又不肯要我，如今我这肚子里怀着孩子，去哪儿都是累赘，所以，甜宝宝呀，你的医术那么好，肯定有办法，对吧？哼，我可不干这种缺德事儿，你还是找别人去吧。说完，李甜甜转身就往院内走。
这种人死不足惜，只有大冤种才会帮他。田宝宝，你等一下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帮不了你，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这个小妖怪，你牛气啥呀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以后你最好别落单，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哼，瞧瞧，才说了2句半话，就开始暴露本性了。哟，这不是有望媳妇儿吗？高宝莲拎着一个包袱走过来。哎呦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跟一个小娃娃计较啥呀？关你屁事啊！嘿，这咋不关我的事儿啊？甜甜是我家葵花的小姑子，我们可是亲戚啊。哎呦，倒是你呀，还好意思出来见人呢。哎呀，真不嫌磕碜。你没人跟你这傻玩意儿说话。周素贞翻了个大白眼，收好镯子，气鼓鼓的离开了。我呸！切，田宝宝啊，你以后少搭理他，他呀那心眼太坏了。厉天天冷笑，这他好像也不是啥好东西吧？哎呦，甜甜呐，这小11在家没啊？你呀帮大娘看着狗，我进去看看。来，猪肉大葱馅的啊，甜甜吃啊。不饿。哎呀，葵花呀，我搁这坐了老半天了，你也不知道给我倒口水喝，真是没见过你这种狼心狗肺的闺女。娘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我家的水金贵着呢，不是谁想喝就能喝的。嘿，你个小蹄子，你是真不打算认我这个娘了是吧？我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我容易吗？这一天天的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你跟谁俩呢？春燕娘，你今儿个过来到底有啥事儿？再呜闹喊叫的，我就把你轰出去。哎呦，亲家母啊，我这不是蒸了几个肉馅的大包子吗？拿来给小11尝尝。抬起眸子，冷冷地扫了高宝莲一眼。那日他在院门口晒太阳，听见高宝莲和赵春燕嘀嘀咕咕，似乎是想收养他。真想不明白这种人的脑袋都在想什么。他是想收养就能收养的吗？春燕娘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给小11蒸包子干啥呀？你们很熟吗？哎呦，亲家母，你瞧你说的，我就是看呐，11这孩子可怜，无爹无娘的，太招人疼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无爹无娘啊？11啊，来，吃包子。不吃。哎，为啥不吃啊？可香了。没味儿。啊？这啥叫没味儿啊？他拌馅儿的时候可是放了不少油和盐呢，咋能没味儿呢？大娘，11个不喜欢吃别人家的东西，所以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。嘿，这话说的，我们家的包子有毒啊！春燕娘，没事的话就请回吧。有事儿，亲家母啊，你先坐下。亲家母啊，小11这孩子是暂住在你们家的吧？春燕娘总打听他干啥呀？哎呦，你别多想啊，这不嘛，我们家春燕虽然跟3狗子成亲多年，这一直也没有孩子。春燕呢又不想找婆家了，所以呀，所以你就想让春燕收养小11，给他做儿子是吧？哎，对，反正啊，小11也没有家人，我家春燕呢又想要个孩子，只要11肯答应啊，我保证100个对他好。春燕娘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占便宜都占到小11身上了。哎，你这叫啥话呀？我啥时候想占他便宜了？我就是看这孩子啊无依无靠的，也没有家人照顾他，这心里面不忍心罢了。
这怎么啥话一到亲家母的嘴里就窜味儿了呢？春燕娘，你眼睛要是不瞎，应该看见小十一在自己盖房子吧？人家尚且有钱盖大宅子，坐大马车，锦衣玉食的，不愁吃喝，用得着你来照顾吗？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连我家小领都能看透，还跑到我面前来这套，哼，你挺能琢磨呀。无非就是看小十一金贵，出手阔绰，穿得好，吃得好，不差钱儿呗。想着把他领养回去，你和春燕也不用给人糊纸灯笼了，缺啥少啥，直接管小十一要就得了呗，对吧？嘿，刘淑贤！高宝莲听后直接恼了。不是，你说话能不能积点德啊？说白了，你们不也是看着小十一有钱，才巴不得让他住你们家的吗？咱们半斤八两，你笑话谁呀？还真不是，我是心甘情愿住在大娘家的，这跟钱没关系。哎呦，十一呀，你这是被老李家给洗脑了。你二嫂葵花就是啊，以前她对娘家那是百依百顺的，如今被刘淑贤洗脑之后，连我这个亲娘都不认了。你就等着吧，不出半年，你就得变成老李家的提线木偶，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。娘，你胡说啥呀？我啥时候被人洗脑了？是你做事太差劲，我才不认你的。二嫂说的对。嘿，死妖怪，你闭嘴！大娘慎言。小十一啊，大娘，你听好了，以后再敢说甜甜是妖怪，当心你的舌头。还有，我家人都远在京城生活，他们很忙，暂时没空来看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无爹无娘。麻烦大娘下次说话前想清楚了再开口。他这是被一个小娃娃给训了吗？窝火，太窝火了。春燕娘，没啥事就回去吧。葵花送客。太阳西斜，冯县令坐在地头等了1个多时辰，李万全才领着大宝二宝收工回来。哎呀，想跟你喝顿酒，咋这么费劲呢？第一次端你们家饭碗啊，别见怪哈，我先干为敬。冯县令真是好酒量啊，看来你平时没少跟达官显贵们喝酒吧？他们也没少找你办事吧？店什么店啊？卓萧然蹙眉。十一公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12、13岁的时候就会喝酒了，酒量都是一点点练出来的，而且我也没帮达官显贵办过事。这么说，冯县令是个酒蒙子了。一个嗜酒如命的酒蒙子是如何当上县令的？我冯县令满脑门子冒冷汗，早知这样，他就喝2碗面片汤，早点回家去算了，哪能当着小殿下的面喝酒呢？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在冯县令和11哥身上扫视一圈，心里愈发确定了11哥的身份不简单，冯县令似乎很怕他。老冯啊，小11是跟你闹着玩的，来，咱今天不多喝，就1碗。冯县令，我听老头子讲你有正事要说，到底是啥事儿啊？啊，你们家六宝今年多大了？六宝，他今年17了呀。冯县令突然问这事儿干啥？实不相瞒，我家春云今年也17了，跟六宝同岁，至今还没找婆家呢，所以我想做个媒，让他们2个年轻人见见面。啊？冯县令，你许是对我家六宝不太了解，甚至连面都没见过，这突然给他保媒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这有啥草率的？孩子大了不都得成亲生子吗？大嫂子，你是不是怕我家春云不会过日子呀？
这你放心，春云勤快着呢，洗衣做饭她都会。这会儿再不跟老李家攀上亲家，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有田宝宝这层关系在，日后小殿下对他肯定也倍加青睐的。冯县令，你就不问问我家六宝是干啥的吗？无所谓，他干啥都行。县令叔叔，我六哥哥是学医的，以后可能会开医馆当大夫呢。哦，大夫好啊，往后我和春云娘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就不用请郎中了。李大哥，既然你们二老不反对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你们就把六宝带到我府上去，我让春云跟他见见。年轻人凑在一起啊，肯定有说不完的话。这日后六宝在我家生活呀，冯县令，你等等，什么叫六宝去你家生活呀？你这是想让他倒插门啊？从前老四给钱家倒插门，就让他挺上火的。对呀，你应该也知道，我家就2个闺女，没有小子，所以啊，我就想着招个上门女婿，将来也好为我们养老送终，不是？你想得美，冯县令，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当官的，就可劲儿欺负我们老百姓吧？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凭啥白给你呀？李大哥，你冷静一下，将来六宝到了我家呀，我一定会好好栽培他的。他想开医馆，我出钱给他开；他想做买卖，我把棺材本拿出来支持他。这不比他自己摸爬滚打强多了吗？冯县令，你这算盘打错了，这顿酒咱也别喝了，堵得慌。说完，李万全便站起身回屋躺着去了。大嫂子，你看这冯县令啊，这件事儿你还是不要再提了。如果你觉得春云跟我家六宝合适，那就安排他们见面，也不是不妥。日后就算成亲，也得让春云风风光光的嫁进来。况且六宝那孩子孝顺，他娶春云进门也不会忘了你和春云娘的，两头都会照顾到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刘淑贤一番话下来，听得冯县令脸红脖子粗，看着满桌子的酒菜，他突然吃不下去了。次日清晨，李甜甜和卓萧然在菜园子里溜达。哈，长出来啦！这个可以吃了吗？还没长成呢，11哥打算生吃啊。花生长成什么样子啊？